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汽车行业。本田上市近70年首次亏损，保时捷利润暴跌 92%。本田和保时捷是两家完全不同定位、不同市场的行业巨头，几乎在同一时间业绩暴雷。这不是巧合，这是传统汽车行业又一次在电动化、智能化以及全球化的三重冲击下集体的阵痛。首先来看本田，这家从1957年上市以来，不管是石油危机、泡沫破裂、金融危机，都从来没有亏过钱的日本制造业标杆，在2025年财年直接宣布预计全年净亏损4200亿到690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82亿到300亿。消息一出，资本市场立刻就有了反应啊。3月12日美股收盘，本田大跌 5.27%。第二天东京股市开盘，直接再跳空低开 6%。股民、分析师和行业媒体都有点懵，本田居然也能亏成这样。我们来看一组对比数据，就知道这有多夸张。本田上一次预期营业利润还有5500亿日元，而这一次修正营业利润直接降到了负的2700亿到5700亿日元，净利润从预计的3000亿日元直接干成最高可能亏6900亿日元。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家每年能够稳定赚几百亿的公司，一夜之间不仅利润没了，还要倒贴。本田自己也承认，这是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69年的盈利不败金身就这么破了。那么问题来了，本田到底是怎么亏的呢？官方给出了很直接的答案电动汽车战略相关，成本激增，资产减值，直接拖垮了整个财务报表又是电动车。本田其实是日系车企里电动化转型喊得最凶，动作看起来最猛的一个。他很早就宣布了2040年全面停售燃油车，未来10年要砸10万亿日元搞电动化。但是口号很响亮，现实很骨感。本田的电动车问题出在3个地方没平台、没技术、没市场。估计最重要的还是没市场第一，它是没有专属的纯电平台。本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油车改电车把燃油车的底盘拿过来，塞个电池进去就是电动车。而这种车空间小、重量大、续航拉胯，智能化也几乎为零，在中国市场、美国市场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它这个有点偷工取巧了不大像日本人的工匠精神那股较真的劲到哪里去了是吧？可能还是供应链落后了。第二则是智能化的全面落后，现在的消费者买车，尤其是电动车，看的是座舱、车机、辅助驾驶、OA 升级，而本田在这一块呢完全没有跟得上。中国汽车品牌的迭代次数大概是3个月一次相当的快，而本田3年才能勉强完成一次更新。用户用脚投票也不会买所以本田在中国市场的纯电车型全年加起来也卖不到5000台，月销几百台都是常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北美战略的彻底翻车，北美才是本田的基本盘，在中国它不大可能。北美曾经贡献了接近 40% 的营收，本田原本计划在北美推出3款纯电车型，砸了巨额资金去搞研发、建产线、谈供应链，结果到了2025年，美国电动车市场突然就降温了，补贴也退坡了，关税也上调了，消费者的兴趣也下降了，电动车的销量增速都腰斩了，这特斯拉的日子都不好过了，更何况是本田呢？本田一看形势不对，他就紧急刹车，直接取消了这3款车的全部开发与投产计划，那就这么赔了问题是钱已经花出去了，前期投入的研发、模具、产线改造、
供应链的定金全成了沉没成本。本田自己公告，这次电动化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总损失最高可能达到了 2.5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80亿。哇，汽车行业亏起来都是千亿级的啊！这 2.5 万亿就是这次亏损的核心来源。除了电动化的翻车，本田还面临着3重夹击。中国市场连续5年下跌，销量比巅峰时期缩水了近60%。中美市场2个市场一夹击，一旦都不景气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路了呀。燃油车被自主品牌挤压，电动车又卖不动，美国关税政策打击燃油车和混动业务，成本直接上涨，而原材料芯片、电池的价格又居高不下，研发费用同比要大增 15%， 营收却在下滑。一头是电动化的巨亏，而另一头是燃油车基本盘就被蚕食了，中间则是成本与汇率的双重挤压。本田的这次亏损不是意外，而是战略误判和市场失速加成本失控的必然结果。讲完本田，我们再看看保时捷。其实保时捷巨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说本田是平民巨头翻车，那保时捷就是豪华顶流的塌房。保时捷刚刚发布的2025年财年的财报数据更是恐怖啊，营业利润 4.13 亿欧元，而去年同期是 56.4 亿欧元，同比暴跌了 92.7%。 这么惨吗？销售回报率从 14.1% 跌到了 1.1%。 哇塞，保时捷怕不是要熬不下去了吧？要知道保时捷过去可是大众集团的利润奶牛，单车利润全球是顶尖的，加价买车都是常态，现在几乎快要把自己干到亏损边缘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保时捷不是卖的很贵吗？对啊，著名的豪车吗？上百万一辆的也能亏成这样是吧？因为表面原因呢是39亿欧元的特殊一次性支付又把全年利润吃光了啊，那这个肯定又是跟电动车相关的投资啊，就是烧钱的买卖。这39亿花在哪儿了呢？就是产品战略调整加组织优化，就花了24亿欧元，电池与电动化业务的额外支出又是7亿欧元，美国关税成本又有7亿欧元。其实和本田一样，核心还是战略转型踩坑。保时捷的问题其实比本田还要更加讽刺，因为它是豪华车电动化的先行者，却也最先掉了队。早在2019年，保时捷就推出了 Taycan 纯电跑车，当时惊艳了全球，被认为是传统豪华打赢电动车战争的希望啊！结果几年下来 ，Taycan 销量遇冷，竞品越来越强，保时捷的电动化投入越来越大，回报也越来越小。更要命的是，保时捷犯了一个大企业病，盲目扩张，组织臃肿，产品线泛滥。为了冲销量，保时捷不断地推出各种衍生车型，轿跑、SUV、加长版，管理层级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但是等到市场一冷，就可能会要精简、裁员、关停项目。这24亿欧元都是为过去的盲目扩张买的单。但市场端也不给力，全球交付量同比下滑了 10%， 中国市场已经连续4年下跌，从巅峰时期的 9.6 万辆跌到了 4.2 万辆，等于是腰斩。传统燃油车方面呢，面临排放压力，电动车面临竞争压力，豪华车市场又整体降温。保时捷的品牌光环也挡不住行业的大势，高定价也挡不住战略的失误，曾经的理财产品如今也不得不面对降价优惠库存的压力了。讲到这里可能已经听出来了哈，本田和保时捷，一个大众，一个豪华，一个日系，一个德系，同一年都爆雷了。这也就不是两家公司的问题啊，这是整个传统汽车行业共同的危机。这两家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未来的2-3年所有传统车企都要面对的甚至考验。
电动化转型从风口变成了吞金的陷阱，战略误判会导致巨额的减值。本田取消了北美3款电动车，计提2.5万亿日元损失。保时捷则调整电动化与产品线，计提39亿欧元的特殊支出。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过去高估了电动化速度，低估了竞争难度，现在紧急刹车，必须用巨额亏损来买单。还有是中国市场的失速成为业绩的最大拖累，不管是本田还是保时捷，中国市场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之一，但是现在中国品牌在新能源领域的全面崛起，从上到下挤压了合资与豪华品牌的市场。燃油车时代，合资与豪华车那种靠品牌、靠品控、靠渠道吃遍天的时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战略扩张与投资失误在下行周期被无限放大。本田激进的电动化策略，保时捷盲目的扩大产线，在行业的上行期，这些问题都会被利润掩盖。但一旦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现金流就会紧张，每一笔错误的投资都会变成压垮企业的巨石。说白了，顺境的时候胆子太大了，逆境的时候代价也就很大。领鲸和保时捷的暴雷可能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个行业的数据实在是一个比一个惨，比如说福特电动车业务也是巨亏的，通用的利润是腰斩的，而斯特兰蒂斯集团一年也亏掉了222亿欧元。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都是下滑的，全球前10的车企超过一半都在因为电动化战略调整而出现巨额亏损，合计的亏损规模都接近了5000亿人民币。这就是当下汽车行业的真相，电动化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但是答不好就是送命题。未来的2-3年肯定会有一批传统的巨头会掉队，能穿越这个周期的可能不是靠规模，也不是靠历史，而是要靠自我革新的能力。好了，那今天关于本田、保时捷业绩暴雷的分析就聊到这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所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